一隻昆蟲稱霸宵夜江湖嘅暗夜傳奇。高蛋白有營養，可以挑戰一下自己。一隻生蠔點解要脫離常規野蠻生長？起碼要10幾年才有這麼大。一碟米粉何以自帶帝王霸氣，號稱嶺南第一？一日唔食糟糕粉咧，覺得個人唔係好舒服嘅。晝夜更替，熬變萬千，且看老廣嘅夜宇宙。老廣的味道之朝夕食光。晨鐘暮鼓，四季擺放於餐台。嶺南嘅夜，用烈火猛油驅散失落與疲憊；廣東嘅晨，用滋味碳水喚醒快樂同鬥志。喺日升月落、晝夜交替間，有一群滋味嘅守護者，味覺嘅擺渡人。動作都沙楞的啊！照好我的上帝們。這燒烤啊，如果說單純的就把它烤熟，那肯定是很簡單了。你要想把這個肉啊烤到嬌嫩多汁，實際上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。我們要通過它食材在溫度上的一點點的變化和香氣，來感覺它的成熟的度、久自覺、測硬度、觀顏色、聞其味。燒烤嘅靈魂就係玩火。周海英玩火有自己嘅秘訣，過江龍唔單止企穩咗陣腳，仲有嶺南風味嘅名號。我的呢形象呢比較特殊，是個光頭。我的一些常客呀，大部分常客都叫我光頭老闆。啊，客人們也總細說龍洞生意好不好，就看哈爾濱燒烤。高手永遠會將食材當作值得尊重嘅對手。喺燒烤中學習燒烤，先至可以喺烤蝗蟲嘅事業上，從一個勝利走向下一個勝利。實際上烤螞蚱呀，這個東西非常非常的難烤，因為它太小了，而且它的脂肪還少，翅膀還非常薄。一旦火候掌握不好，它就會變得黑苦，會非常影響口感。周海英嘅烤蝗蟲要喺外表金黃嘅瞬間完成調味。離開烤架，送上餐台，喺最後10幾秒鐘徹底熟晒，保證入口香脆冇渣，鹹香送走。每一單都喺度同時間賽跑。燒烤唔單止係食嘅生意，更加係人情冷暖嘅賣場。夜色被火焰照亮，生活被煙氣溫暖。周海英呢個東北鐵漢開嘅係一間夜晚食堂，更係一座深夜劇場。別看我現在笑得出來，實際上這心裡啊五味雜陳的，這擔心明天會不會還有這些客人，然後還操心員工的穩定不穩定。太辛苦了，有一次客人喝酒喝多了打架，然後我去拉架，把我鼻梁骨都打斷了。哎呀，生意呢苦點累點都不怕，就怕這扎心和窩心的事太多。燒烤店係白晝與黑夜轉換嘅擺渡人，亦係城市夜歸人療癒孤獨嘅小木屋。當白晝嘅一切明智與迷障都消散，深夜美食話俾我哋知，可以用另一種眼睛睇呢個世界。5月，梅雨季節到嚟，淡淡嘅霧氣籠罩住蕉嶺呢一座山間小城。打破清晨寧靜嘅係一碗飯。走，嚟啊！這個好多條，這種是米飯比較薄，比較拉飽。客家人以務農為主，早餐之後就要辛苦勞作，直到下午甚至天黑先至可以返屋企。
一碗結實嘅米飯先至可以提供足夠嘅熱量。就是習慣了這樣吃，如果哪天不吃的話，感覺自己好像沒什麼力氣一樣。客家人崇尚耕讀傳家。清朝廣東籍狀元林少棠回鄉探親，中意用瘦肉、豬肝、豬粉腸煲湯，並且將呢3種食材比作狀元、榜眼、探花。之後用及第湯鼓勵細路勤奮讀書嘅方法流傳至今。時逢今日，客家學子迎接高考嘅早餐，一定少唔到一碗紅糟及第湯。我們的集體湯是放了紅旗，希望考生考得順順利利，金榜題名。同樣係及第湯，喺梅城而係同煙麵搭配埋一齊。朝早4點，梅州城就被豬肉店嘅斬肉聲、早餐店嘅油炸聲嘈醒，空氣中到處彌漫住豬油嘅香味。俗話講，開間梅州煙麵店可以包你一家飽。喺梅城嘅大街細巷，煙麵係招牌裏面最常見嘅字眼。老闆，要麵，3 KT 煮枸杞。每天早上燒開的第一鍋水煮的第一碗麵就叫做頭湯麵。頭湯麵是最好吃的、最原汁原味的，因為它煮的時間越久的話，它那個鹼水就重了。冷麵好簡單，撈一撈就烤出嚟，但係肥美無窮。客家人歷經5次大遷徙，南遷移至嘅北方人帶嚟咗先進嘅技術同文化，亦改變咗本土嘅飲食文化。醃麵嘅醃，指嘅係喺麵碗裏面淋上滾燙嘅豬油，並且即刻攪勻嘅動作。豬油先至係麵嘅靈魂，每家麵店都有自己煉製豬油嘅秘方。邱家臻亦都唔例外。準備個炸豬油嚇，你一條出罐嘅本地嘅土豬嘅背向嘅那種本地嘅標油，標油炸出嚟個香。我炸豬油冇乜秘訣，主要就蒜蓉同蔥頭，一炸出嚟豬油比較醇香。廚師出身嘅邱家臻對食材有住天然嘅敏感，佢發現成個梅城咁多醃麵店裏面，只係得一家係手工整麵嘅。於是佢苦學手工製麵技藝，開咗呢家大埔口味手工醃麵店。好啦，發酵10分鐘就烤出嚟。發好烤嘅麵團散發出淡淡嘅鹼香味，攤開麵團，騎上竹槓，呢個先至係手工製麵嘅關鍵環節。這樣按長香落嚟就將它一來反覆稀釋，讓口熱。手工製麵18年，邱家臻只需要通過摸同睇，就知道麵皮嘅濕度同厚度係咪達標。1毫嘅麵就冇超過3毫米。最多是有2-3年，好像是。你買一輪千粉，每條要排嚟長腿啊，按照點點訓練啊。
整好嘅麵抖鬆排好就可以等住落鑊。淥你嘅麵條唔好超過30秒。啱啱出鑊嘅麵熱氣蒸騰，呈現出半透明嘅金黃色。呢個時候淋埋滾燙嘅豬油同肉碎，趁熱攪拌均勻，等每一條麵都俾豬油浸潤。豬油嘅香味因溫而起，充滿鼻腔，麵夠韌順滑，一啜就可以落肚。呢一刻再嚟一碗及第湯，梅州醃麵嘅風味先至可以充分展現。而呢一碗及第湯，邱家珍都落足咗功夫。準備嚟打三餐水，梅香嘅三餐水很口熱，準備打來呢煮3個蹄湯。自來水多少氣味啊，三餐水比較清甜，3兩嘢就會來打一次來煮湯。生活唔會虧待執着嘅人，邱家珍整嘅醃麵喺當地變得小有名氣。原先係4個啊，來梅州出差嚇，特從上北特產路可以來食麵，一下食咗6碗，老闆第6碗啦喎，厲害厲害！啊，出差這個時間又食咗個6碗，啊，幫聽佢嚇到了。憑住對品質嘅細心把控，以及唔怕攰、唔怕苦嘅硬頸，邱家珍終於喺3年前開咗第2家麵店。我每早上去4點鐘左右睇佢打麵嚇，到8、9點鐘等要休息嚇，反正做麵就確實辛苦嚇，但係看到客人吃到很讚嚇，我也十分開心。對於一家店仔嘅主人嚟講，一碗麵成就唔到佢哋嘅富貴逼人嘅人生，但係就可以默默守護一家人嘅平安喜樂。做好一碗麵嘅執念，亦唔能夠幫助佢哋名滿天下，但就可以靜靜呵護一家人嘅體面尊嚴。老廣衡量夜生活質量嘅標準永遠玄妙，就係火。燒烤古時叫炙，呢個係一種直接使用火焰烹製食物嘅古老方式。幾張台凳，一部烤爐，就可以搭出一個深夜食堂。乜嘢先至係老廣宵夜江湖嘅主旋律？答案只有一個。生蠔作為軟體動物，卻係有住堅硬嘅外殼，濃縮大海美味，自帶烹飪容器。生蠔一定係宵夜中最老嘅套路，但深得人心。炭烤令肥美嘅蠔肉滲出汁水，再用秘製酸辣醬加持，大海嘅鮮同山野嘅辣相互交織，老廣追求嘅色香味躍然而出。最滿意咧，就係佢嘅生蠔咧，好肥、夠鮮、夠靚，一粒都冇落去啊！非常的 Q，然後呢，一入口它就會爆出來。它首先那個蠔很新鮮，我們吃過的蠔沒有那麼 Q 彈的，反正它那個配料非常好吃，結合那個蠔的這個鮮味，應該是我在廣州吃過生蠔當中最好吃的。蠔佬。生蠔料理嘅大師傅，1998年出道至今，專攻炭烤生蠔。佢個名叫李立寧，反而好少有人知。每個地方唔同嘅生蠔冇同嘅做法，比如珠海嘅咧就比較清淡，陽江嘅咧就比較帶酸。呢個蠔係福建新會睇，比較受歡迎嘅，因為佢嘅肉好脆，比較甜口啲。
24年嘅功力，關鍵係蠔殼厚度、火候控制，多一分就老，少一分就生。對於最佳口感嘅苛刻追求，蠔佬將上菜嘅時間都要計算在內。一般咧要烤到8成熟左右先可以食。一上到台面咧就達到我哋理想個9成熟，咁啲個保持個口感啲。一樣嘅生蠔養活咗百家嘅生意。喺蠔佬少就係多嘅烹飪哲學裏邊，有一個難以複製嘅秘密武器。冇法啦，豆門對方唔過海㗎，唔過海㗎。呢個豆門對方咧係我揾食嘅架撐嚟嘅。曾經有人出錢賣，我唔肯賣，甚至連埋我老婆都唔知道嘅。但是現在在我手上，冇計，跟你揾食。蠔佬嘅知音叫黃軍，一個從安徽到廣州創業嘅吃貨，經常穿梭喺老街細巷打卡各種美食。幫我來一個招牌牛雜。喺一次偶然嘅宵夜飯局裏邊，黃軍同蠔佬從一見如故嘅生蠔知己，變成咗事業上嘅最佳拍檔。我們目前的生蠔的做法有8種，蠔佬它的技術是得到了這個認可。鮑魚切片，大蝦開邊，加入生蠔，粥水浸潤，煲出大海嘅鮮，秘製醬汁鹹鮮交融，蒜鮮生蠔烘托出大海嘅甜。雞子攜手小龍蝦同生蠔喺炭火上共舞，海洋同陸地、鹹水同淡水共同催生出大海嘅暖。無論你係偏愛清淡定係鍾情重口，總有一款可以滿足你挑剔嘅味蕾。對於將生蠔作為終身事業嘅兩兄弟，佢哋一直喺度等待嚟自大海嘅消息。老闆娘您好，您好。您訂的那個生蠔明天到貨了哦，我們注意裝提到一粒特大的野生蠔。好的，我明天就去看貨，你給我留着。廣州黃沙水產交易市場係餐飲人嘅聖地，貨如輪轉。喺呢家華南地區最大嘅水產品綜合交易市場裏面，考究嘅唔單止係眼力，仲有人脈。老闆娘，你好。這個肥都很肥的。你都可以。特大野生蠔今天到貨了沒有？啊，到了。哇，天，哇，這個大，這個長。這個是因為我們之前呢釣養的蠔，它有一些會到海裡去，然後它會自然生長。哦。我們都要派人到海裡去潛水找才能找得到。按照這個年輪幾十輪了，最起碼要10幾年才有這麼大。不過還是野生的才有。這個貨馬上送過去啊！好的。物以稀為貴，野生大蠔到貨嘅消息，隨住夜幕降臨，早已經喺食家嘅朋友圈裏面不脛而走。嘗鮮一定係今晚嘅主題，但係蠔佬心知肚明，挑剔嘅老廣並唔會為花巧埋單，失之毫厘，謬之千里。清燒、蒜蓉、酸辣3種口味，點樣為難得嘅食材注入靈魂？呢個係個問題。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那個生蠔，是吧？烤好嘅野生蠔香氣四溢，但係食起身就幾難咬。味道怎麼樣？味道是可以，還是老的，不是說烤老了，是本身肉質老。10幾年的生蠔大了，那肉肯定有點老。這個給客人抽獎。晚黑9點，食客如約而至，一打生蠔，幾份烤串，生意熱鬧如常。野生大蠔嘅抽獎即刻掀起咗一波小熱潮。尺寸驚人嘅野生蠔成為咗呢個夜晚驚喜又奇特嘅小插曲。
深夜3點，生蠔創業2人組終於得閒，趁住夜色飲翻杯，將美味享受做成咗工作同事業。當初或者只係一時衝動，但係對食材嘅執着同對技藝嘅堅守，或者喺度敘述另一個故事。對於生活嘅雄心壯志，先至係茫茫黑夜中嘅北斗星。我們繼續加油！深夜嘅慵懶需要用食物驅趕，生活嘅生機更需要食慾點燃。喺德慶，冇竹糕粉嘅早晨係唔正確嘅開始。樸素嘅一碟，滿滿嘅一啖，香滑嘅粉，先至係喚醒德慶人嘅正確打開方式。係啊，我哋大興啊，竹糕粉白粥，好滑溜啊，咁嗰啲煮出嚟嗰啲好正噶嘛。因為可能佢哋從柴火即係點樣啦，口感比較好，比其他好啲。潛龍在草野，高手在民間。依家位於革木村嘅粉店，從來都唔掩飾佢痞藝江湖嘅霸氣。聶培榮師傅，省級非遺竹糕粉傳承人，退伍之後，1997年跟住外父學習製作竹糕粉，家學淵源，25年嚟只係憑住一口柴火做，聞名粵港澳。老廣對於食物嘅炮製，並唔係追求標新立異，唯獨要求一樣，功夫要深，甚至到咗吹毛求疵嘅地步。呢啲米呢，就係德慶最靚嘅粉米啦，呢係隔年嘅米。嗰啲米整出嘅粉呢，就係又滑又大壓。功夫做足，先至可以開始吹粉。所謂吹就係精，保留中國古語發音嘅老廣，炮製手法亦都嚴格遵循古訓，每次一殼份量均等，倒入蒸盤，搖晃均勻。一殼一盤之間嘅份量把握，方寸毫厘之間嘅巧勁運用，係聶師傅25年厚積薄發嘅藝術精髓。全部都手工嘅，嗰啲機器對唔到嘅，唔均勻嘅。大約一蒸1分鐘左右啦。飲過嗰啲虛細雞油裂，唔好食得到嘅。嗰條粉咁起勢大幅，好靚噶啦。燜之前咧放啲油咧，就冇使咁嗰啲粉黐住嗰條竹糕，用攞啲之後撳到嚟。一盤盤吹好嘅粉，就好似一張張透明嘅宣紙，從盤裏面小心咁剝落嚟，晾掛喺竹糕上。竹糕粉並唔係望文生義，因竹糕得名，咁啱就係因為晾曬工序，促成咗風味嘅轉化。德慶本地嘅甜竹，品正性涼，自帶甜香，熱粉吸收咗竹香，從而具有咗清甜解熱嘅特點。竹糕粉嘅真諦就係喺竹同米粉嘅微妙互動中。天色漸變，生活嘅號角亦都吹響。準備完咗竹糕粉，聶師傅要趕去市場買新鮮豬雜。凌晨6點嘅市場，對於聶師傅嚟講，與其講係菜市場，不如講係自助式選購站。偉哥，嗰啲靚嘢喎，靚啦，係本地豬，全部本地豬喎。早餐要嘅係快，10分鐘採購就為滿足清晨第一批客人嘅胃口。竹糕粉同豬雜係絕妙嘅搭配，
新鮮豬雜稍加醃製，大火猛炒，加入芡汁，鑊氣迸發之時淋喺粉上面。粉嘅清香同豬雜嘅濃郁相互提攜，君臣佐使，文武兼備。歷經咗百年食家嘅挑剔同選擇，呢個嶺南第一粉成為咗500年嚟嘅國民早餐。聶師傅嘅吆喝聲，吹粉嘅咕嚕聲，炒豬雜嘅吱吱聲，喺德興人開啟清晨嘅3重奏序曲。清晨一直到10點，呢場關於早餐嘅戰鬥先至暫告結束。幫人哋煮早餐嘅人，往往係最遲食早餐嘅。一份豬雜粥，再加埋一碟齋粉，係呢位非遺傳人對粥糕粉嘅獨特鑑賞方式。粥同粉都係素淡嘅，只有用25年嘅時光，先至可以品出滋味。生活本來就素淡，素淡方能持久。作為粥糕粉嘅靈魂，粥要3年一換，人都要面對歲月。聶師傅都開始培養自己嘅傳人，店面唔冧，匠心依舊。一殼滿嘅，一轉米漿走人啦，一放落去，金耳冚過，係質滿啊，放落去，係放喺度，放喺度先，攞人佢開蓋。最開心就係自己整出嚟嘅粉，有啲街坊嚟食，都係對自己嘅認可，就係最自豪啦。一間小店，一方水土，食物唔單止可以果腹充飢，亦可以令我哋唔會忘記自己嘅來處。味道先至係回家嘅密碼。因為食物裏面有我哋原始嘅審美同真切嘅經歷，酸甜苦辣鹹，味覺唔會講大話。所有流經過味蕾嘅記憶，塑造咗我哋複雜而美好嘅人生。嶺南嘅夏夜，大多數係濕熱難耐，反而造就出別樣溫柔。一碗糖水就係老廣同酷暑嘅和解之道。整2碗糖水嚟，就1碗綠豆沙，就1碗龜苓膏啊，打包啊。好。有別於強調外表造型嘅西餐甜品，糖水嘅嶺南氣質，既標榜一絲取法天然嘅甜蜜，又強調水嘅清澈順滑。我專門從荷蘭開車過來，食肥姨糖水。肥姨在嘅嘛，在嘅嘛。得來嚟啊！因為我哋肥姨，我以前後生肥㗎，依家我老大冇肥，而家叫慣到肥姨嘅。肥姨呢個綽號有深刻嘅品牌效應，經常都笑騎騎。潘玉清喺食客口裏面先至有咗不被親疏嘅肥字。坦然接受俾人尊稱為姨，係因為佢24年整糖水、賣糖水嘅經歷。廣東人咧食嘢咧把上火，食咩水啱咧？食糖水最啱啦，人心人肺。潤係喺鑊氣之外，老廣對於湯類食物嘅最高標準。如果話老廣嘅夜因為宵夜而燥熱，咁糖水就成咗平衡燥熱嘅必然。我住在附近咯，希晚之後咧會出來嘅
飲碗糖水，同埋啲同朋友聚一下。到七年頭就嘅倒糖水，我倒糖水就第一間大黃啫。嗰啲人咧就有燒烤啊、炒嘢共啊，我哋嘅專業糖水店㗎。能夠帶旺成條街，呢個係肥姨成為宵夜大姐大嘅核心原因。糖水潤，人品好，20幾年嚟，肥姨嘅糖水店夾硬令到呢一條遠離市區嘅路仔，成為咗遠近聞名嘅宵夜一條街。睡到12點鐘就起床，起床咧就備料，備到7點鐘，一面煲一面賣，3點鐘到4點鐘就收檔。嗰度嘅糖水品種好多㗎，有10幾20樣都有啦。每一個品種大概每一日都可以賣到50、60碗咁樣。依家龍眼都咁貴啦，因為我哋都係龍眼糖水。老廣嘅糖水浸潤住亞熱帶風情，風情則源自本土嘅水果。高州分界鎮係嶺南糖水風情萬種嘅秘密一環。鋼衣搖曳讚冰肌，衣若華清出浴時，講嘅係龍眼。廣東最具盛名嘅龍眼品種喺分界鎮柱梁村。烏頭又大，甜脆爽口，好靚㗎。剝開黃褐色外殼，露出乳白色唔透明嘅果肉，口感爽脆，並且有濃郁甜味嘅龍眼被稱為南方人參，因為佢甜度高。當地人將龍眼整果曬製，或者攞出完整嘅果肉控製成乾果。攞咗龍眼去開佢皮，然後就攞嗰啲工具籤轉一圈，一挖去掉，而家就燈籠肉就咁樣成啦，好靚嘅燈籠肉。以前咧，我哋個背龍眼咧就係曬嘅，曬龍眼肉咧就冇夠衞生，又有灰塵啦，又有蒼蠅嗰啲嘢。而家咧我哋就用密封爐嚟背㗎啦，就比較衞生乾淨，要烘18到20個小時。龍眼乾果俗稱桂圓，桂圓肉外形似燈籠，顏色金黃，微微透亮，散發出淡淡嘅甜香味。龍眼鮮果同乾果都係製作糖水嘅好材料。肥姨潘玉清同個仔馬東光喺呢一點上，從來都願意付出精力同時間。老闆娘，我突然間跟你分享啲靚眼好靚㗎啦，係嘛？我哋睇睇個靚唔靚咧，我同你上幾學錯咗呵。其實好光啊，佢有啲水分啊，係有啲水分，有啲水分佢就會韌。好嘢。白糖加入滾水，再倒入新鮮嘅龍眼，煮熟就係最簡單嘅龍眼糖水。新啲龍眼嗰啲煲滾就得啦，就熟啦。咁簡單嘅做法，亦正係嶺南糖水嘅製作精髓。水果香氣似有似無，乳白果肉浮浮沉沉。新鮮龍眼吸飽咗糖水之後，果肉膨脹肥白。雪凍之後再飲用，暑氣頓消。龍眼乾果藥食同源，製作糖水頗費心思。咁呢是龍眼乾個，揼一個鐘頭呢，放糖、放水、放料，就一底煲滾，個味原汁原味嘅，佢又好食又甜。而龍眼乾同新鮮磁實搭配，就可以整出既可以飽腹又可以清潤嘅糖水。
龍眼乾直接入水，等到水滾，再加入新鮮慈實、白糖以及適量嘅紅棗、枸杞，再煲足半個鐘。慈實開花煮熟之後就大功告成。龍眼慈實糖水，湯水棕紅透亮，果香較濃。龍眼入口即化，慈實軟糯彈牙。呢種糖水最啱解乏，2、3碗落肚，疲勞就一掃而空。肥姨嘅糖水店就係當地年輕人嘅咖啡廳，既可以解暑消夏，更加能夠社交溝通，成為當地沸騰宵夜嘅一股清流。每日凌晨4點，呢場甜蜜嘅聚會先至會結束。每個人嘅夜晚都有一家小店，都會有好似肥姨一樣嘅主人家，每晚如期而至，喺街角點起一盞燈，默默溫暖每個人嘅孤寂。早餐同宵夜，白晝與長夜，食物就好似一艘渡船，喺夜與晝嘅渡口等待。嗰啲炮製美味嘅人不捨晝夜，擺渡住一個又一個有緣人，煙火起，照人間，敬者熱氣騰騰的生活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